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思考快与慢。有人说，人这一生最难的是看透苦难后还能选择活着，而卡尼曼告诉你，更难的是看透自己的大脑，却依然愿意相信它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明明以为自己很理性，却总在做完选择后才想起理由？明明觉得别人容易被情绪带跑，可真正冲动的时候，却总是你自己。你以为你在思考，其实更多时候你在被思考支配。思考快与慢这本书就是一次把你拉进大脑深处的旅程，在那里你会看到你从未真正认识过的自己。丹尼尔·卡尼曼，心理学家，却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一个。他年轻时经历过战争、恐惧、流离，亲眼见过人性的脆弱与偏差。他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人在危险时会做出非理性决定？为什么同一个事实在大众眼里会变成截然不同的真相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，他与好友特沃斯基合作，把人的思考拆成两套系统，直觉的快思考和理性的慢思考。但这套理论并不是在安静的图书馆里诞生的，而是在他们无数次争吵、推翻、否定、痛苦思索后，从生活里一点点挖出来的。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概念背后都是真实的人性。你可以把思考快与慢当成一本心理学故事集，你以为自己主宰选择，其实你正被快与慢两种力量推着走。一、快系统，那个总是抢先替你回答的声音。快系统就像你脑子里的一个急性子，看到一个数学题，他不想算，直接给你一个看起来差不多的答案。看到别人穿名牌，就觉得对方成功、有钱。看到排队2小时的餐厅，你下意识觉得好吃。快系统的特点就是不求对，只求快，不求真，只求省力。比如书里一个经典实验，当你看到一个慈祥老人，你的大脑自动补全，他一定善良，但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过去，也不知道他是否对家人刻薄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，凭印象判断别人，凭第一眼决定事情，凭情绪做出选择？这是每个人的直觉，但直觉往往会害你。二、慢系统，那个被你忽视的真正思考者，慢系统反应慢，却是能够真正推理、分析、解决问题的那一个。但他很懒，只有当你逼他，他才愿意工作。比如当你认真算一道复杂的题，当你决定反思自己的情绪，当你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是否正确，那是慢系统醒来了。卡尼曼说，大多数时候不是你不理性，而是你不愿意付出理性的代价，因为真正的思考是痛苦的。三、故事里的冲突，人与自己的内战。整本书其实只有一个核心冲突，你以为你在思考，但其实你在自动运行。比如你看到一个人在台上讲话流利，你会觉得他一定懂。你看到一段投资回报数字，你会觉得这就是未来的趋势。你经历一个短暂的快乐，你就以为人生过得不错，但这一切都只是快系统的幻觉。卡尼曼用无数实验告诉你，人会因为框架改变而改变选择，会因为数字呈现方式不同而忘记思考，会因为一段坏记忆覆盖整个旅程，甚至会因为别人这么做就跟着做。最荒谬的是，你以为这些偏差发生在别人身上，却从没怀疑过自己。如果说这本书有一个最刺痛人的场景，那一定是记忆与体验的差异。书里讲到这样一个人，他去做医学检查，那是极其痛苦的过程，全程都很难受，但在最后医生收针的那一刻，痛感突然加剧了1秒，仅仅那1秒就毁掉了他整体的感受。他回忆起整个过程，只剩折磨，甚至发誓再也不做这个检查。卡尼曼说，真实的你是体验自我，但你以为的你是记忆自我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你会突然意识到，你不是活在当下，你活在记忆里。你不是害怕经历，你害怕回忆。你往往不是被苦难击倒，而是被苦难的记忆击倒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明明过程没那么糟，可因为最后一个瞬间
你对整段人生改了定义。明明一段感情有温柔有陪伴，可因为最后几句狠话，你就把它当成了失败。这一刻你会猛然明白，人真的是被自己骗得最深的动物。思考快与慢不是教你变聪明，而是教你遮看清自己的愚蠢。他想告诉你3件事：一，你的直觉不可靠，但你却最爱相信它。直觉让你快速行动，但也让你陷入误判。人生中80%的遗憾都来自太快的决定。2，理性不是天赋，而是需要刻意练习。理性从来都不是自然状态，思考是逆人性的，怀疑是反本能的。但越是痛苦的判断，越给你带来真正的清醒。3，你要学会对自己的大脑保持谦卑。当你意识到偏差不可避免时，你就不会执着于我一定是对的，你会愿意停下来，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卡尼曼这一生的研究本质上就是一句话：人不是上帝，人是会犯错的动物。承认这一点才是智慧的开始。你看，一个人要战胜的从来不是世界，而是自己那颗习惯偷懒、习惯冲动、习惯自以为是的大脑。当你以为我已经很清醒时，偏差可能已经悄悄决定了你的选择。当你以为我懂了别人时，其实你只是投射了自己的想象。当你以为我正在思考时，也许你不过是让本能替你回答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一生里有多少选择其实不是你做的？那么从今天开始，你愿意试着慢一点吗？晚安。愿你今夜不再被自己的影子欺骗。